你见过汽车坟场吗？有网友用无人机航拍发现，杭州某地出现大量新能源汽车，车辆周围杂草丛生，部分区域的杂草甚至没过了车顶。补拍镜头显示，现场轿车都没有挂牌，疑似为同一型号车辆，车辆停放非常拥挤。附近居民称，这批车已经停了2年多了。接到相关负责人回应，这些都不是废弃车，该空地只是作为停车场使用，这些车都是当地4S店的库存车。在这儿放了5年了，一大片啊，总数呢是800多台。来，给你们看看内饰，车门还是能正常打开的，座椅更是连膜都没揭开。你说这是工业垃圾吗？但它好歹它也是30来万的豪车，你说是续航不行，450千米的电池也没毛病。那你说这车在这儿放着干嘛呢？上懂车帝搜索看到，其实各大车企都有像这样的汽车坟场，他们把没卖出去的车都堆积在一起。中国汽车市场厮杀惨烈，价格战持续发酵。电动车行业的龙头老大比亚迪率先大幅降价，其他车企也是纷纷跟进，把整个产业卷到全都无法获利的状态。在中国汽车行业极度内卷之下，车企为抢占市场份额，快速处理库存，车市甚至出现了0公里二手车的乱象。由于比亚迪的快速扩张和高负债率，一些评论暗指比亚迪是汽车业的恒大。据大陆媒体披露，比亚迪在山东最大经销商前程集团因为资金链断裂集体暴雷，20多家门市人去楼空，波及1000多名消费者的售后服务。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话题。5月22号，比亚迪突然对旗下王朝网和海洋网共计22款车型降价，降幅在 1.2 万元至 5.3 万元之间。这已经是比亚迪3月底至今的第3次降价动作，这次促销则是力度最大一次，降幅之大震惊同行。比亚迪的这波降价堪称是史诗级的大地震全系车型大幅下跌，曾经30万的车降到了15万，15万的降到10万，12、3万的直接跌到了7、8万，甚至还有的车型都跌到5万呢，而且全都还是带自驾的版本。你像汉和唐现在就只卖15、16万，宋 Plus 直接9万多，宋 Pro 直接8万多，连秦 R 都降到8万3800了，海豹06更是差点惊掉了我的下巴，直接7万4800，这你敢信吗？还有海豚和海鸥这俩姐妹，一个5万2800，一个6万9800，就能直接取回家。看来比亚迪的老伙计要是急眼了，那是真敢出手啊！面对比亚迪掀起的价格战，其他车企也是纷纷跟进，如吉利银河和上汽通用等也都推出了限时补贴降价促销活动。分析认为，中国车企内卷的原因是由于中共政府近年来对新能源车的补贴政策，导致大量企业进入，造成产能过剩、市场饱和，竞争日益白热化。美国南卡大学谢田教授告诉海外媒体，中国电动车的发展是大跃进式的，结果就是会这样的残酷竞争。他说，中国电动车产业当时一窝蜂的上了200多家电动车厂，也没有把技术安全质量上的问题都解决好，就匆忙上阵，因为车企都想利用中共的国家补贴，这样大跃进式的往上冲的结果一定是竞争激烈，非常激烈，实际上是非常残酷。哎，老公，听说比亚迪最近又大规模的降价了。就这么说吧，现在的汽车行业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了。表面上看上去好像大家都很平静，其实背地里几乎所有的车企都在拼刺刀，而且拼的都快冒烟了。比亚迪降价，其他车企也跟着降。比亚迪一看其他车企降价又跟上来了，然后比亚迪接着再降，其他车企一看马上又跟着降，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循环。反正所有的车企主打就是一个拼了。这样下去还有利润吗？现在谈利润已经不现实了，价格战的目的就是想吃掉更多的市场份额，吃掉的市场份额越多，越有定价权，有了定价权，前面的亏损就能在后面补上，而且销量越高，产车成本就越低，市场竞争就是这么残酷。今年初，吉利董事长李书福曾经痛骂比亚迪简单粗暴、胡乱杀价，无穷无尽的内卷只会换来偷工减料、粗制滥造，伤害整个行业。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汽车产业里的恒大已经存在，只是还没有爆而已。他说，比亚迪负债逾 70%， 老早就资不抵债，所有一切动作只是为了拉高市值。
表面上来看，降价对消费者好事，但真的是这样吗？它会有如下几个风险在。第一个，对于买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有被割韭菜的风险。现在新车出的特别快，汽车越来越像手机了，所谓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但你买了车之后，过2个月大降价了，你找谁说理去呢？维权的人不少，成功的没几个。第二就是安全风险，价格降得这么狠，成本也肯定要压缩。魏建军又质疑过，他说这种大的工业品都降价到10万块钱了，还能保证质量吗？您觉得呢？最后就是服务风险，已经有好几家造车新势力倒闭了，给您数数啊，极越啊、高和呀、恒驰啊，哪吒据说也快不行了啊。高和那车还挺喜欢的啊，但这车已经没人服务了。企业倒了，您的车谁来给您维修保养呢？这位博主表示，比亚迪如果再降价，很多人反而不敢买他家车了，因为大家都期待着可能还会降价。如果说你再这样的疯狂降价，很多人就会处于一个观望的状态，生怕自己刚刚买到手之后，你啪嚓背后再来一刀。作为消费者来说，永远都是买涨不买跌。通过这半年的销售数据，大家就能够看得出来，你截止到现在才卖了100多万台，距离你年终的550万台怎么能够达得到？2025年半年已经走过去了。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关注的不仅仅是价格，还有质量，还有品控。2021年的时候，我们店里的阿宝花了15万多块钱，等了8个月才提到这台车。15万多块钱买的这台车的整个的车身用料没有镀锌件，那你想想，你现在这么便宜，还会用更好的材料吗？原本以为这台车子开3年之后怎么卖都能卖到7万多块钱，但是根据现在的这个市场数据来说，6万多块钱你别想了，5万多块钱，我估计可能有些人还不一定能够买账。近日，比亚迪山东区域核心经销商济南前程集团资金链断裂事件震惊了整个汽车行业。据济南时报报道，济南前程集团资金链断裂在4月中旬首次曝光，大量车主垫付第2年和第3年的保费，但是因为门店关闭无法兑现，部分已付款购车客户因为车辆合格证被用于融资抵押而无法完成挂牌上路。您为什么说再也不相信比亚迪了？因为当时我买车的时候交了12500块钱的那个购车保险的钱，承诺我3年一直给我续交。买完车之后，这不马上到续保时间了吗？然后这个 4S 店我就找那个销售说我们店跑路了，不干了。到现在这个钱都没有着落，相当于您交了3年的保险，只享受到了1年的保险。对啊，那2年的钱不知道去哪了。然后找这个负责人就他推他，来回踢皮球，找不到了。厂家怎么说的？厂家都是应着，就是一直拖着，没有任何进展。对，一直拖着。目前我们知道有500以上，因为我们有好多个群。这里边总共是涉及到保险和保养这2方面交的预存款，然后现在都没了。对，都没了。有保险，还有一个大姐，那个大姐应该是交了5000块钱定金，等了1个月左右，然后就问那个你车什么时候到？如果是到不了的话，我就退。然后最后又说那再等1个星期，我给你个信儿。结果等了1星期之后告诉我，姐，我们店儿有点问题了，那个要不是给你退了吧？那退了，我说那钱什么时候给我？说1周，那我就等了1周，我问他再等2周，然后就无限期的往下拖，一直没个说法。没有。近日，魏建军告诉记者，0公里二手车是现在的一种行业惯项。所以0公里二手车就是指的是上完牌照后，就算完成了注册，好像是卖出去了，但要回到二手车商手里，有3-4千家都在卖，是非常乱的。这些车虽然在法律上被认定为二手车，但实际行驶里程却是极低，甚至为0。明明是新车，为什么要当做二手车卖呢？对于车企来说，通过0公里二手车的方式处理库存车、滞销车，可以快速的回笼资金，提升销售数据，并确保现有的销售体系价格稳健。那么对于 4S 店而言呢，0公里二手车可以用最低成本处理厂家强制搭售或滞销的配置车型，还可同时完成量化的考核，拿到亮眼销售数据。为什么有这么多的0公里二手这么奇葩的车？3个原因。第一，厂家为了营造持续热销的假象，给投资者信心来拉高估值，甚至有的新车刚下线直接开去上牌。有传好几个新势力品牌都在干，去某鱼看看哪些品牌最多。第二，内卷太严重，厂家产能过剩卖不出去的大量库存车，直接低价上千台打包上牌给二手车商，能快速的处理变现。4S 店库存太多，如果绷不住也会这么干。第三，就是为了套取各种的新能源补贴，所以你会看到这类车新能源最多。大家关心的是这种车能不能买，
图性价比的确实可以买，但要找信誉好、大的车商，价格一般会便宜个10%到20%。这类车呢和新车也没啥区别，可能库存时间会长点。特点呢，它就是里程都在50公里以内，不同就是已经交过税、上过牌儿。你开2年再卖会影响点保值率。没过保呢，也可以享受厂家的保修，但要注意，有很多新能源只保首任车主，这种你再买二手准新可能得不偿失。买这种车还要注意，不要被不诚信的车商调表。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有很多车企在规划产品的时候，没有做一个长期的规划、长远的规划，他们的产品卖不掉怎么办？想降价，这时候降价之后会影响他的下一代产品，或者他整个品牌都要降价，把他的车上牌。上牌之后呢，降低卖给到二手车贩，就是变相的降价。魏建军认为，这种行为不但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还可能给消费者带来潜在质量风险。消费者购买此类车辆以后，可能无法享受新车应有的质保与售后服务，导致维权之路异常的艰难。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